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呢？才开始6分钟啊，我已经把系统的6秒钟，我已经把系统的状况已经一再的修正了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觉得这个声音还 OK，然后没有哔哔啵啵的怪声音的话，那麻烦按个一。那如果觉得还还行，可以的话，那就按一；不行的话就按2或者按3，好不好？这样子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状况。什么坏掉的龙酒说要买就买4批？等一下，我刚刚那个 C909悄悄的在我们开场之前就直接呛了，因为我昨天是用 Pocket 3啊，好像是它的 handshaking 出问题，就是它没有一接到那个Type C 的线就 recognize 说这是要连上电脑，那看起来可能是主机出问题，但我不敢讲，因为后来测试又 OK 了。那结果 C909直接查，他说 PC 后卖 Osmo Pocket 4基本套装14290，全能套装18590。可是我有很多 Pocket 3之前的设备，难道不能共用吗？今天声音可以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浩哲抖内，声音 OK 就 OK 啦。这个贝尔乌萨斯说哔哩哔哩要出国际版的，出到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BY 同步之类的，不过不能听耳朵包皮啊。不是我有初步摸一下，但是问题是呢，我最近在写 TikTok 的那个自动上传程式，所以稍稍有点 delay，但没关系，我马上就去研究，马上就去注册。然后可是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在哔哩哔哩同步，你们不翻墙也是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耳朵长包皮怎么样？妈干，墙内不长包皮是不是？好，等等，我们要正式开始了，不要一直瞎聊天。谢谢浩哲的抖内。来，事务所同学晚安，我是朱学恒。经济部竟然专出一张图卡骂张雪资助走私。同一天呢，某某购物台网上海康威视荧幕促销价14900合法贩售，政府自己的治安公文还白纸黑字写着大陆零组件暂不限制，零件进车库走私7年，零件上官网促销免运。这道墙到底防了谁呀、这道墙到底防了谁？来，我们今天好好的帮各位算一下。有网友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又舔张雪？”不是，是因为张雪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台湾的双标，什么东西都是你一套我一套，然后党觉得不开心的，什么东西都给你往死里打；党觉得开心的呢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所以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，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，我们会讲到张雪机车、海康威视、沙肉厂、MW0清单，这我们要讲清楚。东安动力，好啦，我们开始要念我们的定场诗了。零件漂洋过海关，2本账簿2重天。官府自用宽条款，车库组装变最严。强力多年防了谁？邻邦骑士笑声喧。莫问国防安不安，且看账单几多钱啊！都是我们在付的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我最讨厌这种双标了啊！你都双标了，还要告诉大家说没有问题，我们一切守法，鬼的嘞！我最讨厌妈把我当白痴的人，而你说一切守法啊，依法行事，那就是把我当白痴。来，我先做一件本事务所每一集都可能要做，查资料之后，很多媒体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。更正，上一集讲的是党讲机车，我描述王茂盛小飞哥买车的过程，讲的是广州买整车拆解分批海运。后来我们又再进一步查，发现是媒体写错，车主自己的脸书写的更细，他是去广州结石厂的杀肉厂台霸顶啦，就是事故车解体厂啊，买一台已经拆卸的，先是0825吗？干
对啊，今天0825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系统一直改来改去宕机，所以那个时间会错，那错了没关系啊，又没有人跑这个找我收费来，所以小飞哥是去买一台已经拆散的事故车，用零件的状态运回来，中间还混了一堆别牌的零件，自己在车库花了1个半月拼起来。注意哦，这个更正对谁有利？对小飞哥有利，对那些在外面洗了半天的青鸟没有利。因为把整车拆散运进来，跟买一堆零件拼成一台车，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哦。在法律上两回事，不要再跟我拿那个枪支的例子来举，你他妈不读书，枪本身违法，机车哪里违法？你告诉我，机车哪里违法？如果我今天用乐高组了一台会跑的张雪机车呢？那请问进口乐高是不是违法？请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妈的，这个很简单的跟各位说，这对小飞哥有利呀。法律上把整车拆散运进来，看起来像规避，后者比较像是一个 maker。就像你阿公在后院把3台报废的野狼拼成一台能骑的野狼又然后变成新一代的网红。但正因为对我方有利，我更要讲清楚，本台的规矩就是真相总是伤人嘛。包括伤到自己论点的时候，我们照讲，但这一次是对我们有利啊。好了，更正完毕。现在在听直播，上个礼拜看过经济部那一张图卡的各位，现在给你看另外一份文件。有网友说这一集不是做过？没有，这是张雪系列第3集的啊。我怎么知道张雪的东西能够让台湾的官方现行又现行到这个地步，而且还有新的更新，笑死人！来，我们要讲，我给你看另外一份文件，是政府自己写的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政府双标，只为了政治立场而斗争？是这样子的，我国的公务机关呢，禁用大陆厂牌的资讯通讯产品。这个制度从2019年行政院公布限制原则开始，无人机、监视器、网络摄影机、软体、云端服务，通通在内，够严了吧？听起来很抗中保台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制度里面有一句话，数位部的公文体系白纸黑字，大陆厂牌的认定呢，原则按最终资通讯产品判断，翻成白话，只管最终产品，暂不限制大陆厂牌的零组件。理由呢？公文写得很诚实哦，叫做考量实务执行问题。我跟你讲，这句话没有错啊，零组件要一颗一颗查产地，全世界没有一个海关做得到啦。中国零件在全球供应链里面无所不在，真要管零件，台湾明天就什么东西都产不出来了。所以政府在自己的国安体系里面选择一个务实的哲学，叫做什么呢？务实哲学叫做零件不算数，整机才算数。好啦，很合理，是不是？很合理。然后嘞，然后同一个政府啊，2026年8月11号，4个部会联合出动，冲进一个中年车迷的车库，把他从杀肉场买回来，自己拼了1个半月，1个半月45天，我上次算成90天。查扣说这叫化整为零，规避管制，定性成走私，图卡直接开骂，中国人张雪资助走私。嗨呀，在国安等级的治安体系里面呢，零件暂不限制，考量实务，在一个不会飞、不会联网，只能在赛道跑的机车上面，零件等于整车，又一众一处，同一个政府，2套零件哲学，差别在哪？差别在于治安那一套管的是政府自己，所以要务实；车库那一套呢，管到是你们这些平头老百姓，所以严打。对自己人宽，对人民严。这里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
在听直播啊，你家里也有一台改装车或者一堆淘宝零件的各位，你现在应该懂了为什么这集要做，因为这不是张雪的事情，也不只是王茂盛、小飞哥的事。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变成同一颗螺丝，看摆在谁家来决定有没有罪的时候，那每一个人的车库、每一个人的购物车，都只是还没被搬出来而已。运气好，你叫消费者；运气不好，你叫走私犯，还附赠侧翼全套服务，骂你统战。这一集我们没有要替任何单一个体辩护，上一集已经帮小飞哥讲完话了。这一集我们替所有在台湾买车的人，所有缴税的人，把账目算清楚。算什么清楚？本章的结论是，一个政府对零组件的定义，如果会随对象改变的话，代表管制的目的不是风险，是身份了。真相总是伤人，而这个真相是，墙不是盖来挡敌人的，墙是盖来管你的。鸟了吧？所以你看我后面是不是写得很清楚？就是如果今天呢，不管制的话，只因为你是谁，帅气吧？那这个要怎么说呢？我不能理解。来，然后我们说经济部大张旗鼓啦，经济部大张旗鼓要干嘛？出图卡打张雪，干好棒哦！国际比赛打不赢张雪，在国内做图卡要赢啊！赞，谢谢你经济部。来，8月21号，经济部粉专发了一张图卡，标题叫做“资助走私难以理解 ”，No No No， 他妈是找一个幼稚园人做图卡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自己看这个图妈多弱。有用过 AI 几天的人都做不出这种烂图卡来，美感0分，好吧？算了，我们先不讲美感。他的贴文第一句叫做“针对中国人张雪支持旗下机车走私进入台湾一事”，各位，一个部会级机关的官方文书，开头4个字是对方的国籍，那怎么样？方恩格如果也支持的话，你要不要写美国人方恩格？你敢不敢呢？你不敢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今天不骂他，骂太便宜了。经济部这种小咖，我们用他自己的文字把他自己解构掉，6个破绽全部写在他自己的贴文里面，不需要我加一个字。来，破绽1什么？走私跟疑似写在同一份文件上面，干罪疑为轻啊，在证明自己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，对吧？这个是有学过最基本的民法与公民道德就知道的事情吧，对不对？图卡定性喊得震天响，查缉走私案件，非法走私。但讲到构成要件，第一点的是业者疑似违法进口零组件。同学，如果确定是走私，你为什么写疑似呢？如果还在疑似，你图卡骂什么走私啊？这是最基本的逻辑，0分。这不是我发现的，经济部自己的这一篇文章的粉专底下 ，MJ 力、杜有强好几个网友都抓到同一句话：官方文书的定性写这么草率，妈小学作文都过不了啊！作战2。进来的东西跟被禁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。第一点承认进口是零组件哦，你说的哦。第二点的违法认定叫中国大陆制整车依法不能进口。进来是零件，被禁是整车啊。那中间那一段路谁走完的？是化整为零这个4个字用你的想法走完的，而这4个字恰恰是本案唯一真正的法律争点。有没有构成规避，要看主观犯意，要看客观行为态样，这是要在法庭上辩解，不是你他妈经济部一个小编出一张烂图卡就可以定性的。结果官方直接把争点写成前提，用结论证明结论。
党说你走私，你就是走私，这个在逻辑学上叫做 circular reasoning 循环论证。简单讲就是他有罪，因为他犯了罪嘛。一堆青鸟用这种烂理由在那边讲。来，破绽三，业者全文称王茂胜为业者，他有没有进出口公司，有没有贩售行为？车主脸书讲很清楚啊，他是一个私人改车研究室，只跑赛道，只看车不贩售，把一个收藏玩家光成贸易商，走私的定性才撑得起来。所以，因为你很难跟社会解释，一个自己拼车自己骑的人走私了什么商业利益，名词决定罪名。上一集我们讲过。名词看身份啊，超买记不记得那个谁谁谁超买啊？后面第7章我们会再回来。破绽4，中国人张雪，法律文书用国族标签开场，这他妈听起来简直不是公文书的角度啊！网友 Harkley 一句话打穿，开头就中国人，我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人啊，所以张雪是中华民国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评价我上次讲过，政治语言非常幼稚。当一个政府需要用中国人3个字开场说大家快来，我在抗中保台，请支援收银，妈的，他要讲的就已经不是法律了。破绽5，移情本部易处，这5个字很重要，是全文唯一有用的资讯。他告诉我们，官方走行政易处路线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做过3个情境预测：行政收尾、形式化、无限悬置。我们当时判定最可能是行政加悬置。现在中期对账，行政易处启动，刑事门还没开，但是也没关哦。所以预测，我们的预测目前还站得住。3个月的检验点，你到11月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一次啊。事务所的规矩是我们预测要留时间戳，对得起就对，对不起就认。破绽6，加强查缉及跨部会情资共享。好啊，台湾现在不止一台张雪机车哦，你知我知，独眼龙都知道啊。那你真的要加强查缉，是不是下个月都给我全部一台一台抓出来呢？官方这样承诺，对，我们记下来，从8月21日起，第2件通案查缉在哪里？如果3个月内只有这一件，只有这一件在全国直播过的，那加强查缉翻译过来就是加强查缉有直播的。这句话我们第2章会说清楚。谢谢 Studio 冠走那个仓鼠，在听直播，觉得我今天火力有点集中的各位，对啊，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经济部是领我纳税钱的脸书粉专在他妈瞎鸡巴讲，这不是随便一张梗图，这不是随便一个中央厨房，这不是像现在青鸟在讲啊，台南淹水，但水是清澈的啊，测你妈的！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水根本没排出去，还没有经过下水道，所以水是干净的。但难道清澈的淹水不是淹水吗？清澈的淹水会让你全家洗得更干净吗？随便啦，随便啦。这是中华民国经济部的官方文书。公文书的品质就是国家治理的品质啊！本章的结论很简单，就我背后列出来的嘛，6个破绽0个需要外部资料，全部都是官方文本自我矛盾。科学终将胜利的意思是啊，你不需要立场，你只需要识字，就能够看出这张图卡在法律上站不住。而一个站不住的东西，还敢用嘲讽体发出来，靠的不是法是权呐！再不然，小编是怎么样？要去卡米蒂 stand up， 要讲脱口秀了，是不是？切！你看这好不好笑？我他妈真的觉得
大家到底在干嘛？不是我一直要讲张雪，而是这件事情太荒谬，而且天天给我 update， 天天跟我讲，哎呀，好棒啊！那在干嘛呢？有，我跟你讲，还真有人讲，青鸟说，哇，台南淹水是清澈的，怎么好像威尼斯一样？就到马德古拉塞，威尼斯他妈那个水也不是那么清澈，没去过威尼斯对吧？回去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水至清则无鱼是吧？无鱼是哪个鱼嘞？好了，这一章我们处理一句话，这句话你在 mobile 看得到，mobile 01看得到，在脸书看得到，经济部留言区也看到。你低调完就没事啊？谁叫小飞哥要拍片宣传？哎呦，了不起呀、啊！讲这句话的人以为自己在护航政府，我跟你讲。这句话是本案对政府最严重、最狠的指控，只是讲人自己不懂。谢谢佩佩的抖内。来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翻译成法律语言呢，叫做低调就没事，高调才有事。意思是，法律管制的触发器不是行为的危害性，是行为的能见度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想10秒钟就会发现里面的矛盾啊！如果这台车真的危害国安，会爆炸，会回传资料，会外泄这个的关键人物的资料等等等等，那低调做的人不是更危险啊？因为查不到啊！政府应该最怕的是安安静静组了100台危害国安的机车的人，而不是开直播组1台的人。反过来，如果高调才有事，那被危害不是国安，是版面，是媒体权，是政治领域，也就是他处罚的实质对象是言论。这道禁令啊，真正管制的不是你的车库，是你的镜头啦。哎，朱大这样讲太重了吧？不重啊，我给你看连坐名单。这台车从查扣到今天被官方文书点名的是车主，被舆论围剿的还有谁？拍片的人。哎，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讲过吗？重机圈的米娅，刚有网友说，这个米娅已经在大陆跟张雪见面。你看张雪真是一个行销鬼才啊！再不然就是他底下的团队很厉害。你是我车子的爱好者，你受委屈了，我帮你出气。我帮你宣传，我帮你开开心心，那他妈这种消费者服务多让人满意呀、啊！我他妈缴税了，这个政府还没有让我安心嘞。来，米娅8月23号发了声明，我念重点，原文说相关车辆并非由本人进口，进口程序亦非由本人办理，车辆所有人亦非本人。然后说到遭到网络霸凌、涉及侮辱跟诽谤者，将循法律途径处理。我这样讲。米娅的个人风评如何与我无关，跟她该不该因为拍了一支片被霸凌、被网暴、被连坐，那是2件事情。我们只看现象，一个创作者只因为参与了镜头里面出来的一台车，就要承受这些，这他妈叫自由民主法治吗？在听直播，自己也拍片也看直播。家里也有些不方便高调的兴趣的各位，你抓到重点吗？今天能连坐拍机车的，明天就能连坐拍任何东西的。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，是你让多少人看到了。这种执法哲学有一个学名叫做 selective enforcement， 选择性执法。简单讲，法条普遍存在，但只对特定对象启动。启动条件通常是政治成本跟收益的计算。它在这一集为什么适用？因为自己经济部承诺要加强查缉啊。好啊，那查缉的样本在哪？全台湾的淘宝零件包裹一天几万件，通案稽查的数据拿出来嘛。我立刻收回这一章，跟经济部道歉啊，拿不出来。
这一章就立在这里。本章的结论呢？本章的结论是什么？是很简单的、选择性执法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会被选到你头上。那些青鸟在那边瞎鸡巴讲，哪一天路上的警察选择性执法的时候，倒霉事你就不要上来哭。来，当别高调就没事变成社会共识的时候，代表大家心里都知道，法律不是用来遵守的，是用来躲的。而一个大家都在躲的法律，管住的从来不是危险品，是麦克风，是言论自由。等价交换是什么？是你要用茶器换版面可以，代价是每一个看直播人都学会了同一课。在这个国家，安全的方式是闭嘴。谁叫你直播啊？那你觉得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吗？就不是啊，就不是。来，我念一下斗内啊。这个姨说到了，坏掉龙九说，请支持古早味令草枕单人阿鲁巴老猪兵，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，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，谢谢。Mr. 阿开始说，先小抖个目标，待会要来忙。支持九哥使用古早味令草枕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。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，手机热推，有余力者烦请点选置顶连结。这个移价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，谢谢。出口物说，我终于跟上了，赞助猪大老吴0620，谢谢你的抖内。贾斯汀邦说，猪大辛苦了，抖点凉水钱。刚去经济部脸书朝圣，有一篇说有酸民讲台湾做不出机械狗，结果拿别人淘汰品再洗为自制的，在那沾沾自喜。哎，别说了，真做不出来啊。OWTS 9999，猪大辛苦，今天麦克风跟内容很棒，选择性执法才是问题，我已经过滤再过滤啊。哎，顺带一提，我今天到底有没有那个连结置顶成功啊？花花鱼说，今天的 YT 连猪大直播的订阅提醒红灯通知连亮都没亮。好啦，今天的 TikTok 也是一样。你先冲个300赞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接下来要讲更伤心的东西了。曼谷车展，我们把镜头拉出台湾，往南飞3个半小时。哦，好吧，网友说没有置顶，来，让我再搞一下。我们飞到曼谷去哦，曼谷就是那个。曼谷就是一杯好油很爱去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直播这个礼拜呢，曼谷车展正在举行。车展上有一台车正式在泰国发表 ZX Moto 500RR 张雪机车的500cc 级4缸仿赛，470cc 直列4缸，84匹马力，6轴 IMU 弯道 ABS 加循机。原厂宣称极速235公里以上，泰国售价啊，特惠价前500台19.9万泰铢，换算台币18到19万。在听直播啊，这几年买过红牌重机跟黄牌重机的各位呢？你自己心里换算一下。我们今天那个本台玩重机的网友好像不在，那个什么坏掉我已经好起来了，不软掉我已经硬起来了。来，
19万新台币，这是前500台的特惠。19万新台币，你在台湾买得到什么4缸啊？你买到4缸的头期款，有没有很开心？他在曼谷的 BuyTech 会展中心叫 Big Motor Sale 车展，8月21号到30号，就是现在啊，就是现在啊！而且台湾车友已经去现场了。我刚好因为最近很关切摩托车，所以 Facebook 推那个摩托车的这个意见领袖龚彦文给我，他说人刚好在发表会试跨了，问了代理商，代理商跟他讲了这台车的生产模式，从中国进零件，泰国组装哦。不是整车进口，从中国组零件，泰国组装，看好熟啊！是哪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做呢？哎呀，就是小飞哥啊。然后，因为这个说法是目前这个龚彦文转述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也查了一下，这个小猫卡斯伯说没关系，昨天那个巴勒斯坦的直播，我决定重做，所以你不担心后面会再做，后天吧，后天，明天如果一切没有问题，我们做李多惠啊，开心吧？你看，高丽丽说19万台湾应该只有黄牌大洋吧？哎呦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大洋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泰国的机车产业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运作的。本田山叶在泰国的厂一样是零件进口在地组装，泰国政府还给你投资优惠，核准组装厂进口零组件，关税优惠、税制配套。因为对泰国来讲，这叫就业，这叫产业。同学，你听出来了吗？中国零件在地组装，小飞哥王茂盛做的事情，跟泰国整个机车工业做的事情是同一个动作，隔一片海。一边叫产业政策，政府发优惠；一边叫化整为零，政府发图卡。而且不是只有泰国，我们查了整个东南亚，中国品牌对日系同级的价差，泰国。CF Moto 450 SR 对本田 CBR 500R 便宜27%，CF 是不是就春风了？越南便宜25%，印尼便宜23%，马来西亚便宜30%以上。整个东南亚的年轻人正在用比日本车便宜2-3成的价格，跨上规格更高的车。而他们多出来那些钱，可以去吃喝玩乐，可以出国去玩。而台湾的年轻人要跨这个重车，不但只买到比较低规的版本，而且还要花更多钱，所以他没有钱出国去玩，或者没有钱去垦丁玩。来，很多青鸟会讲中国车就烂啊，便宜没好货。好，那我们让成绩单讲话。2026年3月28日，葡萄牙波蒂芒赛道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，注意我讲精确一点，是中量级组别，不是最高级别。本事务所不灌水不吹，张雪机车 820RRRS 法国车手德比斯2回合连胜。中国品牌在这个赛事史上第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。到6月中，新华社发稿，赛季第6冠，制造商积分第3，跟谁比？跟山叶、跟杜卡迪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做了几十年的厂商比，一家2024年才成立的公司，2年就做到这个等级。最后，刚有人讲啊。最后有一个有趣的事儿，叫做什么呢？我们放一个台湾之光，台湾厂商上来做这一章的收尾。光阳拼统，台湾机车的老大哥啊，
最近在中国大陆上市了一台全新速克达 KF125，标配 ABS 加 TCS， 建议售价人民币，请各位坐好，人民币9580元起，台币42000。在听直播，你刚签了一台台湾组装125，花了8、9万的各位，光阳在大陆卖的车比在台湾便宜将近1半，配备还更好。说好的保护国产呢？说好的照顾自己人呢？保护了30年，保护出来的结果是自己人买自己牌子，付全世界最贵的价格，真心换绝情。哈哈哈！但是哈哈完之后，你要记得，这不是光阳坏啊，厂商是理性的。你保护他，他妈他为什么要配合你给台湾人优惠？想都别想，哪里竞争哪里就便宜。该问的是谁把台湾做成不用竞争的市场，躺着赚就有。本章结论是：墙外面的世界没有停下来等我们哦。你以前笑中国大陆筑防火长城，他妈我们现在筑关税长城，还不是一样？泰国人在车展跨上那台车，欧洲人在赛道看他夺冠，大陆消费者用42000新台币买光阳啊！只有墙里面的人被告知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。青鸟会讲这是为了要打压中国，可恶的中国人张雪，但他妈你就是要买比较贵的车啊！你以为效忠党会给你钱是不是？告诉你不会啊，不要再犯蠢了好不好？真相总是伤人，你不是被保护的人，你是门票啊！人家拿你来当门票，你要怎么做？哎呦呦，来看清楚啊！中国品牌你让他进来就有竞争会怎么样？是会影响你的厂商吗？你保护了半天的厂商，在台湾的售价还比较贵耶，还比较贵耶！干，不要再骗人了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你自己看，我后面的数字这样，中国品牌在泰国、在越南、在印尼、在马来西亚都比日系在当地的售价要便宜，开心吧？你看。我们经典的这一位愚蠢智障青鸟又来了，张雪姬这个在中国口碑又不好，笑死！干什么叫做民主？什么叫做自由？我管他在对岸的口碑怎么样，我他妈想要有选择啊！你没有选择，对不对？螺蛳粉不是很多人说很臭吗？但是如果法律规定你不能在台湾吃螺蛳粉，这叫自由民主吗？这就是愚蠢，这就是愚蠢。我们的青鸟不懂得什么叫做选择的自由。如果你觉得台湾有更多选择自由，所以比中国大陆先进的话，那他妈我选择更便宜更好的重车的自由在哪？蠢货呢！妈的，笑死人！怎么样啊？我管张雪机车在对岸，在中国大陆的风评怎么样？那么我想要有这个选择行不行？风评呢？风评你可以当饭吃吗？这只青鸟，如果你家让你赚很多钱，就去炒股了啊！你他妈就去日本买房买楼，你他妈就去巴厘岛住宿了啊！你在那边留什么屁鸡巴言？笑死人！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想要的车，这叫自由民主吗？然后进口的人，经济部说他违法就违法耶，干笑死人！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个光阳的同级车现在台湾卖多少钱？还有干青鸟自己上小红书，青鸟说你可以上小红书，还看中国人自己对张雪机车零配件批评我只有一句话，叫做干你娘！青鸟上个屁小红书啊！小红书在台湾是依法封锁的哦！操你妈，你是不是匪谍呀？你怎么会是一个青鸟在台湾还上小红书看张雪机车？干，下贱就是贱在这里！你本人是青鸟，支持民进党的政策，但忽然之间你就上小红书了，是不是他妈的智障啊？
是不是？青鸟还上小红书嘞，干你娘了！赶快去跟你党检举你自己啦，不要在那边吃屎了，好不好？笑死人！316我会被你影响，会一直笑，没办法认真直播。送你86200秒，回家去专心的吃屎，好吗？就这样子，拜拜拜拜。你看，经典就是双标。青鸟在说小红书的时候说的义愤填膺，结果要打张雪的时候，就说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，张雪机上的风评不好。诶，干你哪位？你哪人？承诺说有 ABS 都要超过10万，有网友回答他一下啦，狐狸人说4气缸是同时运作4个活塞的气缸吗？来，我看看啊 ，IDF 斗内的这个4个贴图，说光阳满满的台湾价值，好，很开心呐、啊。还有，我们讲这个东西奇怪，我们的听众玩车的人比想象中要多啊。这个1冒1说，其实台湾有在卖 CF Moto 春风动力重机，也是大陆品牌诶。No B 尔说，维兹赞助猪仔买器材，加油 ！I enjoy your daily 科普。我跟你讲，明天我们讲理多会呢，要用这一本书，哈佛大学的 Steven Pinker 的理论，叫做共同资质。When everybody knows that everyone knows， 青鸟要多读书啊！你们在那边瞎鸡巴洗版，洗。来 ，KJ 说真没想到这可以做到第3集，感觉第4集也不远了。果然有政府好安心。来 ，Studio 冠说黄牌大洋只卖19万也难，我就是大洋 ABS 巡居各种吹上天电控。19万是10几年前入门洋的价格啦！哇，原说有张雪就抖内，进什么进？真是没出息。风兴说日本买房换不了有住哦，啾咪，好，风兴你辛苦了。狐狸忍说4气缸是指同时运作4个活塞的气缸吗？完全没概念。苏六冠说重点是光阳三阳零件一天到晚被批评，不然青鸟以为一堆机品店是卖三小，大部分的青鸟买不起重机的。好不好？各位不要洗版啊！妈的！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讲。我们用 MG 来实验。刚刚还有网友说，那 MG 怎么可以？我告诉你，MG 不可以啊！我们看一场全台湾唯一做过的自然实验，实验品牌是 MG。先讲规格，这一章呢，我们以前讲过了，所以我不跟你玩说 MG 比谁便宜几万这种数字游戏，因为严格的同日同规格同配备比价资讯太麻烦了，我懒得拿。我们事务所不拿，没有办法对齐的分母来跟你讲。所以我们看的是比价格更诚实的东西，叫做供给行为。时间线摊开来啊，2022年9月13号 ，MG HS 在台上市，1.5T 旗舰89.9万 ，MG 台湾总代理在台组装。2023年8月 ZS 上市74.9万，2024年6月13日 MG4 电动车99.9万。3款车款款热卖，订单排队。然后呢，2024年7月30日啊，经济部拍板新制在地化供应链合作价值比率，8月1日实施，相隔2天。嘿嘿，你那管谁呢？那管4类车款。陆资合资、陆资并购的国际品牌，国际品牌中国厂生产，中国自主品牌，门槛上市第1年15%，第2年25%，第3年35%。
在听直播的各位啊，这4类框下去，全台湾被打中的是谁？就是 MG 呀、就是 MG， 市场上直接叫这个条款叫 MG 条款。谢谢猫猫的抖内。然后供给端发生什么事？8月16日，新制实施第16天 ，MG 官方声明 ，HS、ZS 现有零件盘点后限量接单，能卖多少卖多少。MG4 的预购呢，供应到8月底，之后要等供应链调整，翻成白话叫做车没得卖了，要等零件换成合规来源。一直到2025年呢 ，HS、ZS 陆续合规复售，中间这段时间想买的人买不到。杨生说朱大台湾不止一台张雪机车，朱大好友不是好友，那又是我的车，妈你去抓呀！干哪一个现在手上有张雪的全车的人，哪一个不是有权有势有钱？你去抓他们嘛！我没办法啊，又不是我没违法啊。如果今天经济部说抓都抓，我鼓励你都抓。哦，苏六冠说 BMW 也有被打到啊 ，BMW iX3 就是陆产。好啦，我们这样讲，这就是自然实验的价值。同一个市场，同一群消费者，同一批车款，唯一改变的变数是一纸公告。公告下去，供给立即收缩，收缩了就他妈会变贵。经济学上叫做 natural experiment， 自然实验。不用做问卷啊，我现实直接把因果演给你看。有人会说，保护在地供应链有什么不对？增加就业啊，好问题，我们就看受益结构，不猜政府在想什么，看制度。经济部自己的政策说明讲得很清楚，政策理由是保护台湾零组件供应链。那谁的合规成本最低？本来在地化比率就高的国产大厂，谁被打趴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新进竞争者。这不需要阴谋论，这是制度设计摊在阳光下的结果。新制筛掉的不是中国车，筛掉的是便宜的竞争者，便宜的竞争者。而且时间点你自己体会一下，不是 MG 卖不动的时候出手，是 MG 热卖订单排队的时候出手。保护伞什么时候撑开？不是下雨的时候，是别人生意太好的时候，政府就来保障本地厂商这些大厂。本章一个简单的结论告诉各位，MG 实验告诉我们一件冷冰冰的事：在台湾你能买什么车，不是市场决定的，是公告决定的。等价交换是你要保护在地供应链，可以啊，这是正当政策目标嘛。但代价就是消费者的选择权跟荷包，这个代价从来没有人跟你商量过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商量？有没有人问你说好不好啊？要多花个几十万，你开不开心呢？没有。直接政府说上路就上路了，帅不帅气？帅气吧。那你说要怪谁呢？我可真不知道啊，我可真不知道。你说有没有人在背后游说？去问坚哥啦，去问坚哥啦。来，谢谢，干都不会念，谢谢一位日文网友抖内2个贴图。那谢谢走走抖内害我跟卤肉饭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讲，顺便看一下聊天室的抖内，我随随便便就17个聊天室啊。嘎嘎咪咪口说青鸟还好意思笑对岸没有自由民主，哈哈哈。叮叮叮说台湾的机车为什么有的人骑个20几年，有时候不是耐用，
而是新车太贵了，换不起。经典打到重点啊！那来，我们现在再往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讲 NW0哦。NW0是什么？哇，看一堆比较有读书的青鸟，但实际上读书也读不过，就说干，台湾就是有 NW0，你违反 NW0嘛？哎，来，我们上一章讲了政策怎么调节市场。这一章呢，我们把那道墙本人请出来，那道墙本人叫做 MW0。Oh my god！ 你吓到我了。休旅车跟厢型车那根杆子也很好笑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啦，怕断了很多人的财物。你的车子后面有加一根杆子，叫做厢型车，是货用、运货用、商务用；没加叫做休旅车。规劝说在70个站就400站啊，大家冲冲冲，好哦。来，我们上一章讲政策怎么调节市场，这一章我们把那个强的本人请出来，他的名字叫 NW0，NW0 是货品输入的规定代码，意思是大陆物品不准输入。法源是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35条，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，原则禁止例外开放，而且办法第8条。白纸黑字写着，主管机关应定期检讨。记住这个4个字，等一下要用。在听直播以为法规每年都有人在维护的各位，等一下你会看到定期2个字，在台湾行政体系里面可以多长？我们8月24号直接从贸易署官方系统把 NW0清单汇出来，省份清单2514列，其中车辆相关章节141列，机车呢，我念给各位听：税则8711章，50cc 以下 MW0，50到250cc MW0，250到500cc MW0，500到800cc MW0。800以上 MW0，电动机车 MW0，其他机器脚踏车 MW0，从头进到尾，连专攻机体障碍用特制机器脚踏车，也就是身障特制车。你今天半身不遂，要从对岸进比较便宜的辅助机车 NW0，一概不准，不准，不准，不准。引擎呢？第8407章，机车用引擎250cc到1000cc MW0，而且你看实施日期来了，民国78年的，1989年呐、啊，他妈那个时候还在64天安门呢，结果到现在，比本单位1半的同学年纪都大，你再过几年，再过8年，这个条例都除役，不用当兵了呢，37年呐、啊。37年的定期检讨，检讨到今天一次都没有改过。好了，现在进本章的重点，同样是引擎，汽车引擎走的是哪条路？去年年底，国内某家老牌车厂上市的一台商用车。好，我们不点名哈，不然又说影响股市。来，各位可以猜猜看，这是哪台车啊？1.5升引擎。代号 DAM15K， 这颗引擎哪里来的？车厂官方新闻稿没写引擎代号，很有趣。规格写的巨细靡遗，就引擎出身不行。但车界媒体跟刑事认证资料呢交叉辨认，这颗引擎来自哈尔滨东安动力。网友查的，车界媒体查的。中国引擎前代 Verica 用的4G13、4G15V。更是东安30时代的产品，东安官网自己说了。我讲清楚证据等级哦，官方稿没有写代号，车雷跟刑事资料辨认没有进口报关单可以查，所以我不说官方证实，我说车界公认，车界公认。官方沉默，但同学，重点
重点不在那颗引擎有没有挂牌，重点是路径啊。汽车产业要用中国引擎、中国零件有路可走，有路可走。上一章的在地化比例制度本身就是你可以用，但要逐年降低的管理框架。电动风车也可以有整套国产化规定，逐项要求，可以申请，可以审，有门有窗有申请表。机车呢，8711整张 MW0，8407机车引擎 MW0。1989年锁到现在，没有门、没有窗、没有申请表。王茂胜就算想走合法，法规上这条路根本不存在，不是他不申请，是无处可以申请。在听直播呀，觉得不然开放审查制就好了。各位，对你10秒钟想到的解法就是汽车业现行的制度嘛？为什么4轮有2轮没有呢？谁的油缩量能大，谁的产业链绑得深，这个我们都不猜啦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谁他妈游说，谁他妈关说，谁他妈政治现金给的多，你自己去判断。我们只给一个事实：同一个政府、同一部条例、同一种风险，4轮的走管理，2轮的走禁绝。而且对岸大部分城市是不能骑机车的，算了，这个就不要多讲了。来，科学终将胜利，在本章的说法是，风险管理的强度应该跟风险成正比。一颗装在你全家要做的汽车里面的中国引擎走申请制，一颗装在只有骑士自己会摔的机车里面的中国引擎走7年有期徒刑的走私条例呀。这不是风险管理，这是风险挑人。好啦，我们再来念一下斗内。马万吉说：“主持人，我看了你的814的影片，很感怀呀、推荐大陆电视剧《远去的飞鹰》，讲的是高志航，大陆没有忘记抗日英雄。不要说抗日英雄，台湾早就把他们当作垃圾一样的丢掉了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，你不要说你感慨，我他妈感慨，我才感慨，好不好？”来，天命物说小斗支持猪大，喝醉的时候用蜂蜜自己调一下蜂蜜水，会比全家省很多。另外，这边给张雪解法，要如何进口台湾？只要把台湾区代理给洪其昌或是吴乃仁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本评比校长亲自帮张雪机车拍广告了。等等，其昌已经被新潮流退流了呢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啊！吴乃仁现在就是在家爽爽赚啊。梅川雾说跟上了直播，下午才把第1集补看完，抖一个猪大精彩的直播，台湾人连买比亚迪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看过 YouTuber 买露营房车，大陆到处啪啪照，超羡慕。我跟你讲，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。我有朋友说他现在要去对岸，因为他已经退休了，他以前是某个公司的高管，他已经退休了。他说他要去对岸呢，就是从譬如说，好，他如果在福州落地，他就在福州买一台车。然后呢，开到，譬如说他想要一路自驾到云南好了，一次就开到云南，然后车上可以睡觉，也有电视的那种高档电车啦。高档电车，然后他说我就一路开，一路上也就吃吃喝喝，然后就睡车上，睡不舒服就去住饭店，反正他觉得 OK 的啦。他还有那个华什么会呀、就是那个他有跟我讲说这个华什么会员很划算，什么东西，算了我不知道。那他就说一路，譬如说开到云南，他就在地找一个饭店住下来之后，把车开去那个他的4S店，然后就把车卖掉。他就把车卖掉，然后就坐飞机回台北。然后他下次要再去旅游呢，就再买一台车，然后再一样，反正现在车很便宜呀、对他来讲可以很划算啊。哦，华住会啦，对了，华住会，干，怎么每个人都知道华住会，就我不知道。
没有不一定开到西藏啦。老人家有时候会寂寞，他还叫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看。我想说，不是不行，但是我要想个办法。他真的就这样的，因为没有损失很多钱，就是你中间这个油费啊，然后车子的耗损什么的都差不多了，很划算呐、很划算，真的划算。所以他现在应该在那边玩，我下次再去找他吃饭就好。不是为啥我不知道，是我已经我很多年没有去对岸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你看有没有觉得我后面这个数字不太对？官方要汇出的全清单呢，车辆相关的章节就有141例，然后经过了37年没有检讨开放，你不会觉得很落后吗？好，来，什么？你说我能够扛住西藏高反吗？告诉你，我连兰州高反都不太行了。以前去那个兰州旁边有一个开个2小时可以到地方，干完然后就整晚高反。马万吉说，民进党大概是认为张雪机车是大内宣的代表产品。哎呀，随便他，我们今天就跟你说道理，好不好？科学跟法律有没有双标是很容易可以判断的。我们就讲来，而且还没完。如果你觉得台湾国安超他妈重要，里面有一根大陆产品的毛都不能有的话，我们来跟你分析一下。前面5章呢，讲不该管的管死了。现在翻面这一章讲的每样东西，每一样都比一台赛道机车更接近国安2个字。然后你看政府管到哪里？第一站购物网站就在今天，我写稿的时候，今天呐、2026年8月24日，我们直接存证抓下来贴图，某某购物网、海康威视、HIK Vision。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公司，我们政府公务机关禁用名单上的厂牌，27寸4K 荧幕，促销价14990，市售价18000，优惠中。PC Home 海康32路录影主机43000，大华大话一样在禁用名单上，监控摄影机折扣价1699，合法。上架促销可能还免运那是公司自己要卖的啦。不，同学，这就是制度设计，进公务不进民间，政府自己不用，因为有治安风险，老百姓随便买，因为，真的不对啊？难道你客厅没有治安吗？哦，不用，政府觉得不用就不用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二站更精彩了。你以为公务体系真的挡住了吗？天下杂志2022年做过一个调查报道，标题4个字，我借用一下，叫做“台皮入股”。他们把挂着 MIT 微笑标章的台湾品牌监视器拆开来，主机板编号、打件日期跟海康的机器一模一样。地点在哪？地点在经济部工业区自己管的新竹工业区，经济部工业局。69只摄影机，16台主机，拆开来15台 Made in China。政府后续有处理，我们照实讲，撤销该厂的 MIT 标章，要求换掉15台，启动行政调查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到今天的零裁罚，一家都没罚，查无任何一件公共场域禁令的裁罚案例。台大的海康，台中的136只，高雄旗津的监视器，全部都是拆除、汰换、行政处置、结案。同学对比一下，贴牌录制监视器混进工业局自家园区，
挂国家标章啊，换机器零罚单，中年人车库拼一台机车，4个部位查气啊，图卡公审，议处中，举全国之力痛干他是走私犯呐、开不开心？是不是淹水没正机了？要赶快转移话题呢？第3站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 DJI 大疆，全球消费无人机市占70%以上。政府2020年盘点汰换，当年立委质询资料，禁令前政府采购的中国无人机超过70%。现在民间呢，照买照飞。DJI Flip 的定价12000，农用植保机市场整片 DJI。然后就在这个月，2026年8月，真正的国安破口出现了，在哪？在国防标案里面啊，陆军8军团的无人机采购案，得标商航健科技被查出用中国晶片，中国飞控版负责人积压进件。在听直播的各位，我把这3站排在一起看：民间市场海康大华促销免运，工业区贴牌零财阀，国防标案中国晶片直接飞进军队。同一时间，全国执法量能在哪里？在一台不会飞、不会联网的赛道机车上。该严的地方，墙是纸糊的；不该管的地方，墙是钢筋水泥的。本章结论。再说一次我们的立场，免得又被抹红。我们不是主张海康大华没关系。刚有网友讲，海康很多东西你要改管理员密码，如果你都设原厂的话，网络上太多恶意的人了，你本来就该改。什么？哦，那个龙龙9又传了一个 Pocket 3跟 Pocket 4的备品，到底可不可以用？钢化膜、磁吸滤镜，我都不知道磁吸滤镜到底有什么好用的地方啊，超怪的。来，等等，我直播的时候就来吸一下。好脏，先擦一擦。因为它就内附啊，我也没有怎么用它，但有的时候它就莫名其妙贴上去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有什么变吗？好像也没变呢。嗨，大家好，算了，随便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说。你看。我不是主张海康大华没关系啊，关键基础设施、公众场域、国防采购该严该更严，该严到有人被罚，有人负责。真相总是伤人的。这个政府不是不会筑墙，他把墙筑在最不需要的地方，因为那里的施工最便宜，掌声越多。经济部会为了这件事情特别出一个图卡，但是国防部的采购弊案，他敢讲啊？怎么好像多了一筐？奇怪呀，来，我来看一看。过热保护了。好，快，我们要赶快结束吗？过热了。来，好，还没完啊，我们再念一下斗内。我看今天的斗内俨然已经21个了。好了，这个 Kenny 六虎。说朱大国际贸易专业人士来，一定是行内人。谢谢你 ，Kenny Liu。有空可以去看我脸书啊，妈干一堆青鸟在那边练功嘞。我想说懒得理他还不行，还有网友过来求我处理那些文章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需要 AI 回一回这些垃圾。来，朱大国际贸易专业人士来了。MW0是规范引擎，但张雪进口我用懒趴打赌是走零件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就是发409章节下，但海关可以用主要特性之认定原作做最后判断，进口商可以利用购买合同拆分方式避开这个环节。
国际上大公司都这样搞哦，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C909，谢谢你的抖内，Natasha 也谢谢你的抖内。我有开冷气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实际上不开冷气的，但是我每天为了直播，就是为了真的要开冷气啊，所以我说有一点过热保护啊，妈的。Or rather you look sharper。L 小戴说可能看起来比较锐利的。哦，辉炫说在线810人，按赞还没有500赞，大家记得按赞助推播。好了，来，要进第7章了。我们离开车库，进到你的手机，因为同一套的双重标准逻辑正在你每天滑的系统上面运作啊。先讲一个很多同学可能还在误会的事情呢，小红书啦，刚有个白痴青鸟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张雪机车的方面，你就都买的古拉塞，你等等，你他妈是不是搞错什么东西？你不该看小红书的2025年12月4号啊，内政部依诈欺犯罪危害条例第42条，全网停止解析，一封1年，理由是什么？15项资安检测全数不合格，2年涉诈1706件，财损2亿4768万，300多万台湾用户一夜之间连不上。哎，加滤镜就没连哦。干，真心不觉得，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烦的地方，边边还有被遮住，不是应该贴好？你就这样，哎呦，糟了，调到过头，哎，烦死了！这样子贴应该没错啊，为什么还歪歪的？好啦，不管了，不管，来。打诈中心哦，后来公布成效，就今年8月19日，内政部长最新的讲法，小红书相关案件降8成，财损降5.5%，很可能再屏蔽1年，听起来很有效吗？本事务所老规矩，看分母，小红书2年财损2.48亿，平均1个月1000万左右。全国呢，2025年全年诈骗财损893亿，月均74亿。同学拿计算机出来，1000万除以74亿啊！1个月就74亿，结果小红书占全国诈骗财损1/1000多，有没有搞错？封掉了一个300万人使用的平台，换到1/1000的消减，而且技术上改个 DNS 就绕过去了。内政部自己说 VPN 是个人选择，不会进，你不要说 VPN 是个人选择了，来，我好你看。我还连得上怎么搞的？但是为什么我的小红书都是这种脏脏的东西？好，不管，不用改印度啊，你直接用那个 app 就可以连了，好不好？来，990几在哪里？官方数字自己会讲话。刑事局统计，警方通报 Meta 下架的涉诈内容11万件 ，Google 4000件，Line 停权9万多账号，假投资广告来源。2024年官方估计 Meta 占了97.9%，97.9%的那一个罚单开过几张？打诈专法上路以来，对 Meta 最重的一笔，250万到1500万等级，1/1000的那一个，全网断线1年，可能再1年。回劝说你没有小红书，你的是小黄书。哎，干不要这样说啊！有一阵子他推很多假小子给我，我怎么搞的？我什么时候喜欢看短发然后平胸的人？没有，搞错了。来，因为小红书不配合啊，太可恶了。
好啦，这是政府最强的理由，我们照规矩先听他讲满。行政院3度透过海基会发函，小红书已读不回，没落地，不提供资料 ，Meta Line 至少有窗口，有下架机制，这是真的有差异。但配合到什么程度呢？速发部自己开罚过 Meta， 涉诈广告未在24小时时限内下架，刑事局跟速发部还为了38000则零开罚，公开互杠过。所谓配合是这种配合，他根本不鸟你，好不好？你也发了，他就1/1000、1/1000偷一点东西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指出来了，不配合的断网，敷衍配合的拔个零头，继续当诈好伙伴。决定处置强度的变数是什么？看着数字，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了，不是诈骗量，是国籍呀。同一部打诈条例2种待遇，上一集的名词看身份，第1章的零件看身份，现在是平台看身份，整个体系一以贯之啊。接着讲 TikTok， 这题台湾抄了美国的考卷，漏抄了答案。2022年12月起，公部门全面禁用 TikTok， 理由跟着美国走，结果美国自己呢搞了6年，国会立法，最高法院行政命令全部用上。2026年1月22号，方案出炉，成立美国合资公司，甲骨文、银狐、MGX 各持15%，字节跳动降到19.9%，资料放美国，演算法在美国重新训练，然后美国人继续滑。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，字节跳动靠授权费加分红，可能还是拿走美国业务50%以上的利润。你说这合约签的好不好？极好啊，极好，因为我有多重消息管道都证明，他不是拿49%，就是拿51%，非常聪明。结构性事实没有争议，美国处理的是所有权跟资料，不是使用者，不是使用者。台湾呢，公务员2022年进到今天哦，没有落日条款。你在台湾当公务员，你特别的倒霉，不能用高德地图，不能用 TikTok， 不能用小红书，什么你他妈都不能用，你甚至搞不好不能用淘宝哦，这个我不太确定。所以美国已经找到出口了，台湾连要不要参考的公开讨论都查不到一份。一个天天喊认知作战的政府，规定自己的作战人员永远不准进战场看敌情，所以啦，这样在情报上面要怎么打架，要怎么拼搏，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那还有更好笑，刚刚那个 Little Moxa， 妈，你不是大陆人吗？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细？他说，因为在进电视的那个节目啊，在直播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工作人员正在看 B 站，所以有网友说：“干，这是不是匪谍？怎么可以在我啊？”大进电视内部看 B 站，简直罪该万死。好哦，那怎么说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随便你啦，开心就好。来，最后还有最经典的有没有？我们当年非常怀念的陈柏惟山 Q 扫地机器人啊，绿营从2021年开记者会讲到现在，中国扫地机回传资料，中共看你家，事实呢，指控方自己承认，传输的是加密封包，无从得知内容，他根本不知道传什么东西。5年啊，0起台湾受害案例啊，开记者会的陈柏惟都已经被罢免了，0份官方鉴识报告，0个处分。科沃斯呢，在 PC Home 照卖，治安漏洞是真的。哦，对，阿卡赛子说，这些公务人员还不能出国，去特定国家还要报备。以前香港、澳门不用，现在也要，跟贼一样啊！所以现在难怪公务人员缺，哪来那么多人要当贼啊？你知道吗？真有治安漏洞，各国研究者都找到过。韩国消费者院呢，去年也验出3个中国品牌有洞，该讲、该修、该检测，没有问题啊。
但从有洞跳到习主席在看你家，中间那一段是用恐吓唬烂出来的啦，有没有搞错？对照组呢 ，Meta 不是疑似，是判决书等级。2019年呢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了50亿美金，罚什么呢？史上最高的隐私罚款。2024年，德州和解14亿美金，未经同意收集生物辨识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你现在开着你的脸书，然后讲说我他妈最近很需要壮阳，很需要壮阳，很需要壮阳，不要讲多次，3次就够了。然后你接下来脸书广告就给你推一堆壮阳药广告。所以就这么巧哦，就这么巧，你他妈的脸书收集你的生物辨识资料，是收集你鼻毛的 DNA 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坊间一直有谣传的东西，我不能证明，我就不多讲了。但请你不要当着你的 Facebook 谈论你家的私事，好吗？那所以，我这样讲，一边是拆不开的加密风暴，就上国安新闻；一边是罚单叠起来比人高的公司啊，连一张图卡都不用做。原来在台湾哦，治安风险的计量单位不是证据，是国籍呀，是国籍呀。本章的结论，我顺便把分级讲清楚，这是我们整集的立场，不是骑墙，是比例原则。关键基础设施、电网、港部、国防、公众监控该严，比现在严10倍嘛，严到有财阀，严到全部都抓去关，一律抓去关。有人负责消费财呢？机车扫地机，你手机里面的 App 按证据、按比例管理嘛。现在台湾刚好相反，前者是纸糊的，后者铜墙铁壁呀。等价交换用恐吓换到见识，说已经过了，很可怕，有问题。短期换到动员跟选票，长期付出的是，当真正的狼来的时候，没有人在信你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中午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那个地震警报？他妈地震警报收到那个声音哦，比地震本身还要吓人。我那时候在车上，他妈全车都响起来，哇！哇！结果你知道大家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妈的，这个政府老是用这种警报吓人，下次真的有什么事的时候，我不会再相信。”所以呀，所以你不会再相信，就表示你在滥用这个警报嘛？每天传，每天传。什么？J6602说，我只能指着脸书广告跟老婆说是朱大说，关我屁事啊！干你不怪我身上好不好？对啊，我真的收到，我他妈被吓到，而且一点都没摇。那怎么样？下一次是不是又要警告我？预告会有警报的警报，预告会有万安演习更正，现在不能叫万安演习，叫国家韧性演习的警报。干什么嘞？哦，Chen YC 说我在准备倒垃圾，旁边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吓到了，一直骂。哦，你们那边收垃圾是3点的是吧？Sniffer 说现在才有时间听直播，有啦，可以啦。叮叮叮也收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接下来要讲哦，一直跟我讲合法合规，要走国际路线，对不对？操，我跟你讲清楚，什么叫合法合规？我们要进总结算在第9章，你最后有一道问题要回答：这种全面禁绝的墙，国际贸易法上站得住脚吗？我告诉你，站不住脚，站不住脚。而且两边都知道，
台湾跟中国啊都是 WTO 会员，台湾单方面对大陆物品维持2500多项不准输入，常年被质疑抵触了 GATT 第11条，普遍消除数量限制。我们自己的贸易许可办法第8条都写的要定期检讨，检讨了吗？机车引擎那一条从1989年锁到现在啊！还有小戴说他在新加坡竟然也有波地震，怎么会是你？所以那对岸为什么不去 WTO 告？这是一个明显的违法违规啊！上一集我讲过一个讲法，老共懒得处理，我们把它修得更精准一点。老共不是懒，是计算过了。2023年，他对台启动贸易壁垒调查，年底认定成立。然后呢，他没有去 WTO， 他直接终止 ECFA 早收清单关税减让，实化12项起跳，隔年扩大。他用单边工具，不用多边诉讼，因为在 WTO 告台湾，等于在国际法庭上承认两岸是对等会员，政治上他吃亏啦。江大大说，这个张雪机车不可能进来了，因为基本上你得罪了党，就真的要让他送到统一为止啊，他没有办法进来了，想都别想。张雪机车跟 MG 不一样 ，MG 现在卡在自制率，后来改善，它还是照卖，但价格就调回来喽。所以 MG4 为什么会停产？就是因为政治问题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政治问题。因为它卖得太好，它让所有其他的厂商少赚钱。好了，简单我继续往下讲。所以你看懂这个结构了吗？中国不告，因为告了政治亏；台湾不敢，因为反正没人告。两边都知道这道墙在国际法上站不住，两边都乐得维持，一边拿它当民族主义提款机，一边拿它当抗中保台提款机。那账单寄给谁？账单寄给他妈啊！你以为国际法离自己很远，它就折在你的购车发票里面。我们现在把信封拆开，这个账单怎么写的？你在台湾买了一台进口重机哦，钱是这样被叠上去的。哦，这个我做了一个动画给各位看。进口重机呢，4层，第一层是关税，大型重机约17.5%到20%。第二层呢，货物税，机车17%，这是1990年定的，他妈36年前，当年说机车是奢侈品。2026年，机车是台湾1400万人的通勤工具，税还在，到现在还是奢侈品哦。第三层，营业税5%，第4层，推广贸易服务费，而且注意，这4层是乘上去的。货物税的税基含关税，营业税的税基含前面全部，税上加税。复利计算，规模多大呢？财政部决算数字啊，2024年光是车辆类货物税852亿，一年852亿啊，向每一个买车换车的台湾人收，而墙内和关税的墙内啊，没有竞争，所以车价本身又比墙外贵，你付的是贵的车价乘以叠4层的税。在听直播呀，还记得第3章那台19万泰铢4缸跑车的各位吗？你现在知道那个价差是怎么构成的吗？一半是墙，一半是税，而关税高墙跟税都挂同一面旗子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我是保护。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啊，等价交换是宇宙铁律啊。这一集的交换式终于可以完整写出来了。政府得到产业保护的掌声，抗中的政治提款机，852亿的年收，车厂的政治现金，而你付出什么？一般民众要买更贵的车，更少的选择，已经被告知这叫爱台湾，你不遵守，
或是不相信国家的法律，你就是不爱台湾。这笔交易从头到尾就一方签了你，不是你。我跟你讲的很简单啦。江大大问问题，我简单回答。你有空可以去看我上一集的张雪直播，因为原来 MW0 跟两岸关系条例签的保护条款是为了要保障台湾的自治产业、本土产业链。结果保障了半天，37年之后，我问你，台湾有哪一家大厂汽车公司有办法自制汽车，而且走出海卖得很好？很抱歉，没有。那你当年是为了保障本土产业，当年是为了避免倾销，为了国安，结果现在两个东西都没有了。你金台重机、金台汽车并没有违反国安，并没有影响国安，而台湾根本没有重机车，也没有小汽车的本土产业。你坦白讲，你弄了那么久，裕隆现在在做什么屁？Luxion 这个牌子是不是都被人家买走了？所以啊，来，我们先讲，目前还有人在投票。我的投票是连经济部都出来砍张雪机车了，美国关税都没有认真谈的部会，为什么对一台机车这么看重呢？有58%的人说，因为抗中保台才是经济部的 KPI。好，这个，我们今天的斗内的目标呢，为了避免再发生 Pocket 3坏掉的状况，决定开始募资买一台新的蓄电手把，或是一台新的 Pocket 4。等我去询价格。目前这个标准只剩3分钟啦，然后还差8个，干今天感觉是留不好了，可能留不到了。各位如果要支持的话，多支持。还有我们置顶的带货商品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都在置顶这边啦。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信公的肉品，各位赶快买，因为快到中秋了，越到中秋分外圆。中秋节的时候呢，那个所有的东西运输会变得比较慢，而且还要加钱，请各位提早订哦。还有那个，你最近如果订哈尔滨水饺呢，会慢一点，因为老板娘回哈尔滨去休假去了。老板娘回哈尔滨去休假去了，她返乡探亲，所以会稍稍晚一点，请各位这个不要着急。坏掉的纪元说小小赞助一下，好啦，剩1分钟了，大概是没有过了，就这样简单。那叉节已经卖给电动车了哦，好啊，就不用多讲。江大大，你看你是明白人嘛，你就知道我们在讲的就是那一家厂商啊。谢谢正南补一个，你看刘冠超又跑进来，他连背景跟我穿的衣服都不记得，他会说这重播吗？那个鸡巴妈就不是嘛。来，好，第9章讲到最后了。讲到这里，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是什么？哦，各位记得按赞，好不好？记得按赞。我看看我的抖音，TikTok 没有人，没有新同学。来，我们把这9章叠起来，其实就有一个结论：同一颗零件啊，放在政府的资安公文里面，暂不限制，考量实务做不到。结果他放在小飞哥王茂盛的车库里面，化整为零，移送易处。同一个动作，在曼谷叫做产业政策领投资优惠，在新北叫做走私啊，4个部位协同查缉。刚有网友讲，那进来警察还配枪嘞。同一种风险装在汽车上走申请式，装在机车上走私条例。同一类平台挂美国国籍的罚款当缴会费，挂中国国籍的直接断网。同去保护你呢，保护出全世界最贵的机车，852亿的年货物税，跟一个连光阳都要去对岸卖便宜1半的市场。
在听直播一路听到这里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这道墙到底防了谁啦？你防了半天，贼头贼脑的，到底防了谁？是把台湾跟全世界隔离，还是把世界跟全台湾隔离？他没有防住海康哦，海康威视在某某特价，没有防住中国晶片，它飞进了国防标案，没有防住诈骗，97.9%的假投资广告在 Meta 上面跑。他防住的是一个在车库拼车的中年人，一个拍片的女生。刚刚有说，今天米娅还跑去跟张雪合体，还有300万个滑小红书的人，跟每一个买车的人。所以答案是这道墙从来不是国防工事，这道墙是内政工具，它存在的功能不是把敌人挡在外面，是把你管在里面，而且在管你的同时呢，跟你收门票。3个检验点，我们白纸黑字留在这边。2026年11月底对账嘛，第一个王茂胜案的行政处分会不会做成？金额多少？有没有移送递减？我上级的预测是行政收尾加无限悬置，到时候公开对账。第二个，经济部说加强查缉，3个月内第2件通案查缉在哪里？拿得出来，我收回第2章。第3，小红书很可能再封1年，如果继续封，同一时间 Meta 的财阀总额有没有超过它下架量的零头？对了，最好的状况我也讲，我们不是只会唱衰啦。最好的状况是这个案子闹大之后，政府把机车纳入跟汽车一样的管理制、审查认证、在地化比率都可以谈，有门总比没有门好。我们相信自由贸易啊，但难道政府不相信吗？代价是本土车厂要面对竞争啊，时间窗就看明年车展前啊，几率呢？你看过去37年的定期检讨记录，你自己估。最后上一集结尾我讲过，汉光演习那一集我也讲过，这集讲第3次，因为它一次比一次便宜，一次比一次靠近你的钱包，一个把姿态看得比实效重要的体制，我封起来，我连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都惩罚。汉光烧的是国防预算，这一集他掏的是你的口袋，真相总是伤人，科学终将胜利，一切都是等价交换，而这一次的交换是他拿走了你的选择权，换给他自己的是掌声呐，而这不叫自由民主好吗？这不叫自由民主。来，谢谢纪元一路抖内满了，那这样子我看看，我今天75有30个哦，大概我要连做6天才能够存够钱。坏掉纪元说小小赞助一下，正南说补，坏掉纪元说我补。Mars VIP 赞助朱大 DJI 同路费，谢谢纪元把它一路补足了。不是我这样讲，重点不是哪一台机车，只是今天张雪证明了我国双标的价值啊。那有便宜的东西能够进台湾，你花比较便宜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，有什么不好？你告诉我有什么不好的 ？L 小戴说还差25个赞就到550了。好啦，各位有空记得按赞。这个 BYY 说大家都来大陆看看，没问题啊。Albert Shu 说，我8月8号才在虾皮买了皮带、皮夹、耳机套、斜胶水玩具。斜胶水是什么？所以啊，你今天要讲到这种程度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我置顶的那些商品，有空各位可以去买，好吗？看看，对，想到了，最后要贴狗皮膏药，看看有没有网友要抖内。这几天比较少轮抖内。
哎，付款方赞赏，今天终于有空看直播，为朱大认真的准备的直播抖点心意。这个是哪一位网友呢？Jamie 都习惯用这位网友说让校长不开心就有罪。哎呦，你太懂。什么丁？谢谢你的抖妹。然后这个什么丁，然后还有昨天的这个什么羊，哎，昨天没有成功播出啊。什么婷？谢谢你的抖妹。那个很大的题目，耶路撒冷那一集呢，我们就延到礼拜四再来播，好不好？这个没办法。哦，要买软性鞋，就专用的那个软性胶水。好，我懂，我懂。我看看绿界有没有网友抖内啊？这个有时候绿界抖内很慢。通北街黑丝交流协会说云股东赞助。好啦，谢谢你，不要再骂我，怎么没念？妈的，这个随便啊，就是很简单。有行种的耶路撒冷嘛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好啦，所以各位，最后又到了要投票的时刻啦。今天呢，所有的内容呢，我们也是很认真做。然后你觉得今天的脚本写得好，内容也写得好的，请按1；你觉得脚本写得好，但内容讲得不好，请按2；如果你觉得脚本跟内容讲得不好，请按3。哇，刘冠超说88 VIP 多做任务，大约25天就有20块钱的红包，10块钱现金任务差不多40天一个循环，专业。谢谢 L 小戴达到了550个赞，他很开心，那我们也很开心。待到秋来9月8。Tony Chu 说可以来这边洗，冲冲人气，也还好啦。呀、yeah, L 小戴说谢谢大家把这一集做可以看到。如果你是玩重机的，你可以把这集内容传给你朋友，教他怎么样子用这一集里面的内容变级。那如果你是张雪机车爱好者，你也应该要知道，在泰国人家可以买到比你便宜很多，一样是零件输入在泰国组装哦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多多按赞，如果还有没按赞的，就再按赞。然后我要结束意见调查了，连经济部都出来砍张雪机车了。那58%的人认为，因为抗中保台才是经济部 KPI；34%的人认为，因为不能挡住党的道路；8%的人因为他们为了全台湾好，不能放过张雪。好了，随便你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Mars VIP 说每天固定刷京东补差价。MG 啊，柳硕、卯硕，为什么 MC 可以组装进台湾？大王说，高雄、台南享食天堂临时用餐不排队，台中享食每次去都要候补，今天又候补了50分钟。台中小吃太难吃嘛？台中人可能有钱有闲嘛。再到秋来9月8说，昨天才在抖音商城50块买了一把原价130的磁轴键盘。Alex QEQ 说台湾少有的高质量直播。好了，谢谢，多按赞啊，多按赞，然后推给你朋友，好不好？那有空的话就这样子，我们接下来回信还有没念到的吗？不是我刚念的时候没有啊，还是你抖内的刚好错过。来，我念。哦，有3条新讯息哎，来我看一下，什么羊？谢谢你的抖内，哎。白小洛说：“昨天割掉的那一期，周末会加补1期没？
会啦，我礼拜四就加补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机器坏了，我来不及修。然后什么仪？谢谢你说小斗一个。看，不要说阴道好不好？真是的，这个什么火说今天的阴道正常，昨天真的滴滴答答，我就要修好，好不好？我就要修好了，我就要修好了。嘎嘎咪咪口说抖抖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进来 ？Man 窗雾说送出100颗宝石的芒果串冰，好啦，谢谢。这个 B B Y Y 说刘先你太闲了，刘冠超就是一个退休的那个财富自由的网友，他现在没事干，把这个东西当做成就感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人不管有钱没钱都需要成就感。但刘冠超追求成就感之余呢，已经很久没抖内了。这个就他请他自己反省，这我没有。还有这么多网友要问我，好了，我之后补一题给这样子维持每天一集直播的内容，好不好？这个白小洛说你贴上狗皮膏药就开始念，加上延迟打字没那么快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不想要贴的到处都是狗皮膏药啊。也许有人想，但是我就不想，因为看起来很丑。什么？哦，你把龙龙酒斗内也算在里面了，好吧？随便随便，好啦，各位开心，今天直播系统也好，什么东西都好，我已经把 YouTube 的自动上传写完了，我把 TikTok 的自动上传也快要写完了。各位靠着 AI，我不停在那边写程式，我自己真是觉得我简直应该要出门拿一个碗，说愿意解决任何问题，帮忙要饭。哎，而且我已经找人在讲了啦。各位，我简单最后调查一下，你们听 AI 课是希望实体课还是网络课，或者是三者混合？实体课的就是要找一个地方，大家到那边去上课的，请按一；两者不是，就是线上课的，请按二；然后两者混合的，请按三，好吧？都要收费的哦。收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缺那个钱，而是我今天才知道，干连囧星人都可以出 AI 课。妈的，这什么年代？黄忠毁弃，瓦虎联名呐！加西郎啊，要三哦，要混合是不是？好啦，我到时候再想办法补，好不好？我是想办法补实体课哦，实体课那地方交通规定方便哦，我搞不好跟饭店租场地什么的。那这样子吧，不然可以上实体课的上实体课，可以上网络课的上网络课，于是就变成两个组合，可以了吗？好，我再想想看怎么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今天直播到这边就跟大家说拜拜了，可不可以？开不开心？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